国际发声，我们都希望他能够真正帮到我们。大家不要动手！大哥，我想问他拍的什么？你不要着急，大家都听我说。OK， 我帮你们翻译。让他来，不要着急。他是什么媒体的呀？大家不要着急。他这都是外国的翻译，不讲中国，对中国一点都不是。大家听我说，不要着急。就他，哎，你们下次让他压力最大，就是他会很凶。就是我们打死他来着。不要这样子那么激动。你找过的什么媒体啊？就是他要冲进来，这不是他，他是这样。我跟你讲，大家不要着急，就是他们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不是新闻吧？有啥证据他来帮我们呢？不要着急，咱们不着急。新闻是对中国是无限的攻击。停！我们这样根本没有用，我们不要急，我们非常感谢他来到河南，你帮我翻译。他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开心。看到开心个屁！看见你都够了。我们他们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有一个 BBC 的记者，然后报道了断章取义，他并没有把真实的灾情诬陷、污蔑、造谣、攻击，对，所以大家就很生气。BBC journalist是的fake news，不是吧？你报道也可以真实的，真实，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好的看法，不要攻击我们。哎，对，他可以采访你，可以采访我。哦 ，OK， good， 采访我不用采访我，我不讨厌你。这是一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为德国之声驻北京的记者马蒂耶斯·柏林格在河南郑州实地采访时，被郑州当地市民团团围住。除了德国之声的记者柏林格之外，视频中还有2个女子格外突出，一个绿色衣服，另一个黑色衣服。绿衣女性开始与黑衣女交谈，注意到她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并称希望她能够真正帮到我们。我们都希望她能够真正帮到我们。而后，他们来到柏林格身边，一个帮忙翻译，一个指挥群众，并呼吁大家冷静，并有市民拿出手机质问这是不是他。网上拍摄的视频多而繁杂，甚至有一些不甚准确的爆料。接下来，我就试着将零散的信息拼凑起来，并将整个事情的真相还原。事情的起因其实并不是这位德国之声的记者柏林格，而是他 BBC 驻中国记者白洛宾。他在几天之前的7月22日率先抵达重灾区郑州，并与 BBC 连线，对于灾区情况进行了报道。BBC 想必大家已不陌生，在此前香港和新疆议题上以不实的谣言进行选择性报道，其阴间滤镜的新闻说法更被很多中外自媒体竞相模仿并加以奚落。可以说 BBC 的名声在中国早已经臭了。BBC 为了自身立场常以不实谣言满足自己的意识形态，身为中国人早已见怪不怪，但这要有个限度，在如此天灾之下，竟然还在用造谣来吃人血馒头。他的这一行径也通过抖音和微信迅速传播开来，因此让国人尤其是灾区同胞异常愤怒。于是有了视频中郑州市民将这位采访的老外记者团团围住的场面。那么绿色衣服的女性又是谁呢？很多人爆料说她跟德国之声是一伙的，不断阻止市民并替外国记者说话。也有人说她是回形针的主编林琴，并称其为带路党。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看另一段视频。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绿色衣服的女性追着德国之声记者柏林格和那位黑衣女子大声质问：你是谁？这里是中国。这与之前的视频有着极大的反差。看到这里，想必很多网友已经一头雾水，这个绿衣女子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了找到她是谁，我来到柏林格的推特，找到了她的这样一则留言。2个女性走过来询问她是谁，说她们是当地电视台的，其中一位在跟她说话，而另一位一直在拍摄。然后柏林格上传了一段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Are you a legitimate media? 如果是正规媒体，为什么要找他 Are you media? Who are you? 视频中的确有一名身穿蓝色阿迪 T 恤的女子对他进行拍摄。而我们回到最开头的视频，在绿衣女子与黑衣女子交谈时，拍摄者也是这位蓝衣女性。而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位绿衣女子的普通话非常标准，所以推测这两位很可能来自当地的电视台，一位追着柏林格质问，另一位负责拍摄。既然线索是当地电视台，我就找遍了几乎河南卫视现今的所有主持人，还别说，真的被我找到了。其中短发且高个的并不多，于是我锁定了第一排右边第2位袁泉。这是他在近期一档直播节目的视频中担当主持人，巧得很，同样也穿了绿色。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恰是百年风华原创歌曲上线的直播间啊！今天呢，和大卫袁泉。画面左侧的正是袁泉。尽管事发现场戴着帽子和口罩，不过从身高、发型和音色来看，这位绿衣女子是当地河南卫视主持人袁泉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她为什么在2段视频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2种态度，这个我们稍后揭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黑衣女子又是什么来路。其实这位女性由于并未佩戴口罩，所以稍微一搜便可找到。她的名字叫做苏易安，英文名字 Alice， 是一位美国出生的华裔，父母来自台湾，现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北京大学。从这篇发布于2016年的新闻报道来看，当时她25岁，所以推测此女应该为1991年左右出生。在加入洛杉矶时报之前，有5年的时间在中东做所谓的自由记者，而后来到中国，成了北京大学2015级的学生，专业不详。那么他在加入洛杉矶时报后都报道了哪些内容呢？这是他在 Twitter 上置顶的一篇关于新疆的推文，将新疆描述为监视、拘留和文化抹杀。下面是一篇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他们会让我们活着吗？新疆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么说。而点开内容一看，很容易就被网友发现有诸多错误，比如文中引用的所谓集中营的卫星地图被发现实则为乌鲁木齐天山区蔬菜直销点，而文中类似监狱的照片实际为居民小区的安保亭。看来又是一篇拼图说故事的新闻报道，与 BBC 无异。这是最近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河南暴雨的报道。共同撰稿人除了苏易安，还包括了另外2位洛杉矶时报驻新加坡和美国的记者。里面通过发生在德国、印度、中国河南和美国加州的自然灾害，阐述了全球暖化带来的极端气候现象。如此客观不带立场的报道，显然不是苏易安本人的风格。而且文章发表在7月21日，那时河南水患刚刚发生，苏易安还没有跟随德国之声记者到郑州实地考察。那么后续又会是一篇什么样子的文章呢？的确令人期待。好，黑衣女子苏易安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到男主角德国之声记者柏林格。这是网上曝光他的一则微信朋友圈，说柏林格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马田斯，曾经在上海大学学习中文，并称他真心喜欢中国，还为中德经济文化交流做过很多正面报道，希望郑州人民能够善待他。刚才也说了，事情的起因是市民把柏林格误认为 BBC 的白洛宾，2个人的确是有些像。而根据苏易安的推文，当事情澄清后，包括河南卫视记者袁泉在内的人都以为这位德国记者会与 BBC 不同，他是朋友，是来帮助我们的，甚至还有人鼓掌，也有人道歉。那么郑州市民真的冤枉他了吗？于是我找到了当天德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看看柏林格到底报道了什么。 Hello to you, Matthias. So we can see right behind you still lots of water. What is the situation like where you are? Well, I am now in the city center of Zhengzhou, and I'm very close to one of the worst hit areas. Very close to here, a tunnel was flooded. They are still pumping water. 起初看似是一段正常的对河南灾情的现场报道，但没过多久，画风突变。But there is not enough transparency from the side of the government to get at least an idea of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this disaster. Is there an expression of public anger over this?
there is anger, but as you know, in China, when people are angry at the government or when they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pressures the people back. So there is no public expression of anger. Of course, social media is tightly controlled, but there is, of course, criticism leaking through here and there are lots of questions about how this could happen. 没错，老套路果真又来了。一，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故意隐瞒死亡数字；二，普通群众愤怒的声音被政府全面压制，只有透过他们这些西方媒体才能够偶尔发出。综合以上来看，德国之声记者伯林格的报道跟 BBC 的白洛宾如出一辙，没什么不同。伯林格被围后，想必也终于知道了郑州市民的怒火之源正是来自你们这些不实报道，而他们的这种愤怒之声也的确被压制着，因为德国之声或者 BBC 根本不会报道。非但如此，事情发生后，伯林格随即在 Twitter 上发文称这些郑州市民为暴徒，而拍照片的部分人是便衣。连线视频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伯林格一边连线一边左顾右盼，时不时还能看到有人乱入。原来在伯林格连线德国之声时，一旁有很多市民也在拍摄。这不会又是 CNN 的记者吧？我去，选择性报道吗？这是？有视频可见，刚才乱入的正是这位正在拍摄的小男孩。那么，视频最开始的那段被围视频和河南卫视主持人袁泉对伯林格的质问，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接下来，我就试着将整个事件还原。2021年7月24日，德国之声记者伯林格和洛杉矶时报记者苏伊安一同来到郑州，报道河南水灾情况。当然，并不清楚为何美德这两家媒体的记者一定要结伴而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像网上所说的，苏伊安是专门给伯林格做中文翻译，因为伯林格本身在上海大学就学过中文，而且据苏伊安自己的说法，伯林格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紧接着，由于要做现场连线采访，尽管只有几分钟，但一线记者通常会早早来到现场进行准备，逗留时间就会较长，这样就引起了路过市民的注意。于是有了包括那位小男孩在内多位民众用手机拍摄的画面。但注意，这个时候伯林格并没有被围。由于此前 BBC 记者白洛宾对河南灾情的不实报道已在社交媒体疯传，而伯林格和白洛宾长得也确实有点像，大概率是现场市民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电视台。于是河南卫视的记者袁泉和那位蓝衣女子一同赶到了现场，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偶遇。但不管怎样，当两位女记者赶到现场时，伯林格的连线已经结束，并与苏伊安一起准备离开。于是有了袁泉追着伯林格质问 Who are you 的场景。会说中文的苏伊安随即跟袁泉解释，他们并不是 BBC 的记者，这个人也不是白洛宾，而是一位德国人。他们来到这里是报道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等等等等。与此同时，两位女记者的跟拍也吸引了很多市民的再次围观。于是有了视频最初的那段影片，伯林格被围，被误导的袁泉和苏伊安赶过来进行所谓解围。现场的记者和民众自然是希望德国媒体能与 BBC、CNN 等有所不同，会将河南灾情是由于一年的降雨量在3天内倾盆而下导致，超过德国雨量的3倍，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但却事与愿违。这是德国之声对德国、印度和中国遭遇雨灾的报道。德国政府举全国之力下发经济援助，迅速救灾，并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志愿者伸出援手。印度的暴雨成灾是全球暖化造成的，而中国的暴雨竟然既是天灾也是人祸。而事实上，截止到现在，河南的灾情致71人死亡，而印度的死亡人数攀升到198人，德国则是180死，150人仍在失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处理中欧关系上的务实，就代表了德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德国媒体的所谓友好。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的偏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在英文世界，能对中国问题有较为客观报道的，也只是 RT 和半岛电视台等极少数媒体。而像其他媒体，则往往会雇佣类似苏伊安这样的所谓香蕉人。他们拥有中国的面孔和声音，让民众误以为是自己人而放下心防。Alice 苏并不是个例，她的同类还有艾米琴、Emily 冯、Nectar Gan、李媛、Jessie Young、Lily 郭、Viola 周等等。
他们混迹于 CNN、华邮、卫报、纽约时报、Vice 和美联社的驻华代表处。我并不寄望于普通民众可以认得他们，但至少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同行们能够做到如数家珍。袁泉的劝说是正确的，对待这种外媒，我们无需激动，更加没有必要拳脚相加。再有这种记者要对你进行采访，大可以大方接受，并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对准对方的脸，全程录影，就像阿塞拜疆总统对 BBC 女记者做的一样，岂不更为打脸？以上就是整个外媒记者在郑州被围堵事件全过程的还原，希望谣言能止于智者。最后，美国的当家中文翻译紫发女钟兰随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来中国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不知钟兰的翻译水准是否有所精进，后续我们再密切关注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